咱的妹子走了，咱的大孙走了，如今连咱的彪儿也走了。洪武25年，太子朱标薨，朱元璋动了立朱允文为皇太孙的念头。国本动摇，咱心甚痛。然国不可一日无储君。皇孙允文仁孝聪慧，咱意已决，立为皇太孙，承继大明江山。众卿可有异议？哼，本家有异议。就在这片死寂中，一个清亮却充满挑衅的声音，如同惊雷般炸响。臣有异议。陛下，您这不是在立储君，您这是在给大明挖坟掘墓。您要立朱允文为皇太孙，是怕大明亡得不够快吗？这是刚当官的无知新人吗？疯了不成？敢这么跟陛下说话，还特么是在太子心脏，陛下动不动诛人9族的时候。此子已经不是在作死了，这是骑着阎王爷的脖子拉屎啊！全场百官集体倒吸一口冷气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仿佛看到了外星人。我滴个亲娘嘞！这后生。虾仁话音一落，朱重八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瞬间变得狰狞可怕，杀气弥漫整个大殿。混账东西，你说什么？有种你给咱再说一遍。虾仁毫无惧色，甚至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。臣说，陛下立朱允文为皇太孙是取乱之道，是自毁长城。朱允文年幼人弱，如何镇得住这开国不久的虎狼之师？如何驾驭得了淮西那些骄兵悍将？大胆！你，哼！陛下，您这是在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吗？可惜啊，您没那个温吞水的时间了。您100年之后，主少国疑，诸王手握重兵，环伺在侧，您觉得他们是乖乖俯首称臣，还是清君侧？虾仁的话犹如杀人诛心，字字见血。哼，狂悖放肆！是谁？是谁指使你在此妖言惑众，诅咒我大明国祚？吕敞，是不是你御史台的人？陛下明鉴，臣冤枉啊！此子虽是御史，但平日就言行无状，臣多次训诫，他都不听。今日之言，绝非臣等所教，臣与此僚绝无瓜葛，求陛下明察。一旁的翰林学士陈迪也赶紧出列撇清关系。陛下，翰林院与此人一无往来。虾仁看着急于撇清关系的上官们，发出一声更响亮的嗤笑。指使？呵，无人指使。是这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是这天下嗷嗷待哺的百姓在逼着臣说。陛下，您快睁开眼看看吧！荒唐严法能杀尽贪官，能堵得住天下悠悠众口，能压得住藩王们日益膨胀的野心吗？立朱允文为皇太孙，看似稳定，实则是埋下了最大的祸根。这样搞下去，大明迟早要完。朱元璋暴怒到极致，反而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。哼，好一张利口，诅咒朝廷，诽谤储君，离间天家。来人，给咱扒了他的官服，打入诏狱，严加审讯，给咱查他的9族，咱要诛他10族。哎呀，终于可以死了，只要死了就可以回蓝星了。虾仁在被拖下去的那一刻，悲壮地喊出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陛下，您今日杀我，他日史书上您好好看看，是赞您圣明，还是记您昏聩？你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朱始祖，老猪头够狠，这下稳了，我死定了，肯定死得透透的。嘿，妙啊！真是妙蛙种子吃着妙脆角，进了米奇妙妙屋，妙到家了。喂，新来的，你犯啥事儿了？能住这单间，起码得是诛3族起步的大罪吧？你咋还乐上了？就是哥们，看你年纪轻轻，细皮嫩肉的，不像江洋大盗啊！难不成是刺王杀价了？刺王杀价，那多没技术含量！哥们儿，我今天在奉天殿当着洪五爷和满朝文武的面喷他立朱允文为皇太孙，是给大明挖坟，咒大明迟早要完蛋。虾仁话音刚落，气氛好像凝固了，3个死囚瞬间石化，眼珠子瞪得像铜铃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卧槽，你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腻歪了！朱始祖，我的娘耶！你小子，不是，您老人家是真牛逼！低调，我这叫舍生取义，用我一条命换青史留名，等我死了就能穿。可反正就是赢麻了。你们想想，后世史书上会怎么写？
洪武朝御史虾仁不畏强权，直言立储之弊，触怒龙颜，惨遭诛10族，然其忠言，终验于建文一朝。啧，这评价，这身后名值了。3个死囚看着虾仁陶醉的样子，开始小声嘀咕：“大哥，这哥们儿怕不是吓疯了吧？还是本来就是个颠的？”放肆狂妄！那个叫虾仁的小御史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金殿上如此诋毁我儿，咒我大明国祚！他该死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母亲息怒，此僚狂悖，皇祖父以下只诛其10族，想必不日便会明正典刑。哼，允文，你还是太年轻，诛10族那是朝廷的法度，但这等诅咒储君、动摇国本的逆贼，岂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？殿，那母亲的意思是，你不是一向以仁孝示人吗？此刻更不能亲自出面处置他，免得误了名声。但娘有的是办法，剥皮食草。对，就该用太祖爷定下的最严酷的刑法。娘要去向你皇祖父进言，此等大逆不道之徒，唯有剥皮食草，悬于成文示众，方能震慑天下不臣之心。看以后谁还敢非议储君？朱允文眼中闪过一丝快意，但很快掩饰。母亲，这事不是太……罢了，一切听由母亲和皇祖父圣断。等回去了，我这经历写成书，名字就叫我在大明作死的那些年，肯定畅销，版权费拿到手软。突然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，狱卒打开牢门，脸色古怪地看着虾仁。虾仁，出来提审。来了，终于要走了吗？虾仁整理了一下破烂的囚服，昂首挺胸，带路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我操无情！我勒个道，这真是我见过最开心的死囚了。御史虾仁大逆不道，诽谤君上，诅咒国本，罪证确凿，依大明律判诛10族，即刻行刑。陛下有旨，念其年少，特赐其临终一言。虾仁，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此刻幡然悔悟，磕头认罪，道出幕后主使，咱或可赏你一个全尸。谢陛下隆恩，不过不用了，赶紧动手吧，麻利点儿。本虾等着投胎赶下一趟呢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底下围观的百姓见虾仁死到临头还如此嘴硬，一片哗然。这哪是死囚，这分明是赶着去赴宴啊！这人脑子多少有点毛病的，真是开了眼了。还有催着刽子手快点的。你大胆狂徒！父皇，死僚至今仍不知悔改，嚣张至此，若只是砍头，未免太便宜他了，如何能震慑后来者？儿媳恳请父皇对此等十恶不赦之徒，当用重典，剥皮食草，悬榜示众，以正国法。虾仁原本轻松的表情瞬间僵住，猛地看向吕氏。卧槽，剥皮食草，老太婆你够狠啊！砍头不过碗大个疤，你特么还要剥皮？虾仁怒火攻心，也顾不上求死了，直接开喷。吕氏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不就是我说了你宝贝儿子不适合当皇帝吗？这就急眼了，要动用这种酷刑，你这心肠比蛇蝎还毒。朱允文要是有你一半狠辣，说不定还真能坐稳江山。可惜啊，他跟你一样，只会窝里横，是个怂包软蛋。朱允文被当面辱骂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又气又怕。你放肆！朱元璋将朱允文的怂样看在眼里，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失望。再看吕氏那狠毒的模样，心中更是烦躁。够了，冥顽不灵，辱及储君，就依太子非所请。刽子手，醒醒，给咱报！刀下留人，陛下，刀下留人。来人竟是梁国公蓝玉，他风尘仆仆，盔甲上还带着血迹，显然是从边关紧急赶回。蓝玉，你擅离职守，闯扰法场，你想干什么？陛下，臣有10万火急之事禀报，此人亦是虾仁，他杀不得。你说什么？这狂徒连咱都敢冲撞，咱诛他9族都算便宜他了，又如何杀不得？可惜了，这小子是个孤儿，没族人，不然咱就能玩一把10族消消乐了。陛下，他是已故一文太子朱标的嫡长子，已伤于怀王朱雄英一母同胞的双生兄长，是您遗失在民间的嫡皇长孙啊！朱元璋如遭雷击，猛地从座位上站起，死死盯着蓝玉手中的玉佩。是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虾仁是雄鹰的双生兄长，快玉佩，快给咱看看。这怎么可能呢？
朱元璋手指死死攥着玉佩，指节发白，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这玉佩你从何处得来？说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咱让你和这狂徒一同受那剥皮之刑。陛下，臣不敢妄言。此玉佩连同这封血书，是臣半月前剿灭一伙北元残部时，从其首领身上搜出。那首领临死前说，这是10几年前他们潜入边境掳掠时，从一个试图保护婴儿的明军将领身上所得。那将领力战而亡，婴儿却不知所踪。臣本以为是寻常物件，但见其质地不凡，便带回京想查证。谁知刚进城就听闻有御史狂被触目天颜，名唤虾仁。臣想起血书中提及，那将领临终喃喃说孩子乳名唤作虾仁，乃太子殿下血脉。臣这才不顾一切闯了法场。虾仁被绑在行刑柱上，听得目瞪口呆。卧槽，虾仁，乳名，我特么现代魂穿来的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系统，你出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当真是彪儿的骨血，雄鹰的兄长？那你为何不早说？为何要这般寻死？虾仁被老猪头看得一脸唾沫星子，又猛又憋屈。我说我是穿越来的，你信吗？我说我一心求死是为了回家，你信吗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哼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陛下不是要诛我10族吗？来啊，反正我孤家寡人一个。吕氏此刻脸色惨白如鬼。父皇，不可信，此乃蓝玉与这狂徒串通的诡计，意在扰乱朝纲。一块玉佩，一封来历不明的血书，怎能证明他的身份？说不定是北元故意设下的圈套。皇祖父，母亲所言极是，此人言行癫狂，怎配做我大哥？定是冒充的。哼！朱元璋深吸一口气，强压着翻江倒海的心绪，对侍卫下令：将此人押回宫中，暂囚于偏殿。没有咱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蓝玉，你也跟咱来，传太医验血、验骨相，给咱仔仔细细的查。像又不太像，彪儿年轻时眉眼似乎没这么挑脱。可这玉佩，这做工，这玉料，确实是内府所出，赐给雄鹰的那块。若他真是咱的大孙，咱差点就亲手。朱元璋不敢想下去，一股后怕涌上心头。陛下已初步查验过，此人骨相清奇，年岁与一文太子嫡子朱雄鹰若在世时相仿。至于滴血验亲，需陛下龙血。取，现在就取。殿下，虾仁公子，请伸出手指取一滴血。滴血认亲，这玩意儿有科学依据吗？看着周围虎视眈眈的侍卫，虾仁只好不情不愿地扎了一下。陛下，异象，天降异象嘛！血泛金光，此乃真龙血脉相承之兆。古籍有载，唯有至亲帝意，方有此祥瑞啊！真龙血脉。虾仁只觉得一股陌生的记忆碎片涌入脑海，温暖的怀抱，模糊的龙纹玉佩，颠簸的马车，厮杀声。陛下，祥瑞，此乃千古难遇的祥瑞啊！这位公子确系陛下血脉无疑，是真龙嫡裔。孩子，咱的孩子，你真是边儿的骨肉，是咱的嫡亲大孙。你原来叫熊启，对，熊启是咱和你皇奶奶当年亲自取的名字。你是雄鹰的双生哥哥啊！天佑大明，陛下，臣找回皇长孙了，姐姐在天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虾仁还在消化那些记忆碎片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不是，等会儿，意思是我死不了了，还得在这鬼地方当孙子？不要啊！老猪头，你还是砍了本虾吧，求你了。”朱元璋表情一僵，哭笑不得：“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哪有整日把砍头挂在嘴边的？你是咱失而复得的大孙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”就在这时，吕氏和朱允文闻讯急匆匆赶来，正好听到最后几句：“父皇，不可！此等来历不明之人，仅凭滴血验亲这等虚妄之说，怎能轻易认下？他分明是蓝玉找来混淆皇室血统的野种，欺君之罪，当立斩！”啊，对，虾仁眼睛一亮，仿佛找到了救星。对，这女人说的对，我是野种，我是冒充的。快，陛下，快听他的，把我推出去砍了，麻溜的。吕氏，你放肆！咱的孙子，咱岂会认错？再敢胡言，
休怪咱不讲情面。朱元璋转而看向缩在吕氏身后的朱允文，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。允文，你也认为你这位大哥是假的吗？虽然孙儿不知，但平皇祖父盛才。朱元璋看着朱允文这副唯唯诺诺、毫无主见的模样，再对比虾仁即便在生死关头都敢直言不讳的锋芒，心中第一次对之前的决定产生了强烈的动摇。此事已明，无需在意。雄起受惊了，要好生歇着。蓝玉，你护驾有功，重重有赏。至于吕氏、允文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吕氏不甘心，情绪激动地喊道：“父皇，您不能被他蒙蔽啊！常氏姐姐当年却是生了双生子，可其中一个孩子出生就死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”吕氏那笃定的语气、不可置信的神情，让虾仁一个机灵，也让朱元璋的眼神骤然锐利起来。虾仁本来一心求死，此刻却被吕氏这过于笃定和恶毒的态度激起了逆反心理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娘另一个孩子死透了？当时你就在产房外面守着，还是说你就在里面？我娘常氏当年产后血崩而亡，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弟弟雄鹰8岁夭折，也甚是蹊跷。如今我这本该不存在的双生哥哥突然冒出来，你怎么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？该不会我娘的死、雄鹰的死，甚至我当年莫名其妙被偷出宫，都跟你这女人脱不了干系吧？吕氏被这连珠炮似的质问轰得脸色煞白，浑身发抖，眼神慌乱，尖声叫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本宫怎么会做那种事？父皇，您看他不仅冒充皇孙，还污蔑儿媳，其心可诛。”朱允文也吓得面无人色。虾仁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母亲？朱元璋将吕氏那瞬间的心虚和慌乱尽收眼底，心中如同被冰水浇透。他之前从未往这方面想过，但此刻虾仁这封话却像一根毒刺扎进了他的心里。他想起常氏的死，想起雄鹰的夭折，似乎确实都有些过于巧合了。够了，都给咱住口！雄起刚回宫，需要静养。吕氏、允文，立刻给咱回东宫去，没有咱的旨意，不得外出。滚！殿内只剩下朱元璋、虾仁和势力的锦衣卫指挥使二虎，气氛凝重的吓人。二虎，臣在，给咱去查，秘密的查。15年前太子妃常氏生产前后，所有接触过的人，尤其是东宫旧人。另外，10年前皇长孙雄鹰病逝前后，伺候的太医、工人都给咱仔仔细细的筛一遍。记住，要悄无声息。臣明白。雄起，别，还是叫我虾仁吧，听着顺耳。虾仁，你今日这些话是信口胡诌，还是知道了些什么？我啥也不知道，我就随便瞎猜的。不过看他那反应，嘿嘿，老猪头，你这后宫水挺深啊。朱元璋沉默良久，看着窗外，喃喃自语：若真如此，咱这大明江山交给一个懦弱之主，其母还可能？哎，难道真是天意，让咱这忤逆的孙儿回来拨乱反正？数日后，奉天殿再次百官齐聚，气氛却与上次截然不同。今日咱要宣告一事，经查证，御史虾仁实乃咱之嫡长孙，已故义文太子朱标之嫡长子，余怀王朱雄鹰之双生兄长朱雄起。雄起当年遭奸人所害，流落民间，今得天佑，重归宗庙。百官们虽然已有风声，但由皇帝亲口证实，依旧震撼。臣等恭贺陛下，皇长孙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千岁个毛啊！老子只想赶紧死回去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！虾仁内心很无语，表面还得挤出一丝假笑。众卿平身。雄起啊，既已认祖归宗，往日那些荒唐言行便休要再提，好生跟着咱学习治国之道。这大明的将来，还需你们兄弟同心协力。孙儿遵旨。学个屁！本虾只想摆烂等死。退朝后，朱元璋将虾仁带到御书房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你想摆烂，咱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你是咱的嫡长孙，这是你的责任。爷爷，强扭的瓜不甜啊！您看允文弟弟多好，仁厚孝顺，您还是好好培养他吧。我就当个混吃等死的逍遥王爷。哼！朱元璋气得想揍人。你，陛下查到了。讲。
已故太子妃常氏娘娘当年生产时负责照料汤药的宫女，乃吕氏入东宫时带入的心腹。臣找到其家人，威逼利诱下，其弟招认当年曾受吕氏指使，在常娘娘的产后补药中加入了一味性极寒凉、不易察觉的药材，长期服用会导致血行不畅、体虚而亡。朱元璋拳头猛地攥紧，骨节发白，呼吸粗重。继续说。至于于怀王雄鹰殿下8年前病重时，太医院开的药方中有一味药被偷偷加重了剂量，此药过量变成剧毒。经手药渣的太监已在雄鹰殿下薨逝后半年意外落井身亡，但臣找到了当年与他同屋的小太监，他说曾见那太监深夜偷偷去过吕氏寝宫方向。听到二虎的话，朱元璋犹如晴天霹雳，内心彻底崩溃了。毒妇，好一个毒妇！彪儿，咱的彪儿走得早，是不是也？太子殿下之事年代久远，线索已极难追查，暂无实证。但皇长孙雄启殿下当年被偷出宫一事，吕氏嫌疑极大，只是尚无铁证。虾仁收起了玩世不恭的表情。卧槽，来真的啊！这吕氏够狠，可怜了这老猪头，一把年纪了还被骗这么惨，造孽啊！父皇深夜唤儿媳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允闻他。你自己看，常氏的药，雄鹰的药，你还敢狡辩？这是诬陷，父皇，是有人要害儿媳和允文。害你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你这毒妇，为了让你儿子上位，害死常氏，毒杀雄鹰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吕氏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瘫软在地，涕泪横流。陛下饶命，这一切都是臣妾一人所为，允文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无辜的。求陛下看在彪儿的份上，饶允文一命，立他为太孙，臣妾愿以死谢罪。无辜，立他为太孙，做梦！有你这样蛇蝎心肠的母亲，他将来如何为君？咱大明江山若交到他手上，岂不是要亡国？现在可以说说我的事了吧？我怎么就被偷出宫，落到北元人手上了？吕氏绝望地看了一眼虾仁，为了儿子，他终于咬牙：是我做的。当年常氏产下双生子，我买通稳婆，让其中一个假死，然后趁乱让心腹太监将你先藏在冷宫。我本想找个机会弄死，谁知那太监胆小，又怕事情败露，竟偷偷将你带出宫，想扔到荒郊野外。后来听说他被一伙流窜的北元溃兵劫杀，你便不知所踪，我以为你早就死了。朱元璋听完吕氏的话，痛苦与愤怒瞬间交织。哼，好得很，吕氏，你真是好手段啊！害得咱骨肉分离10几年，害得咱差点亲手杀了自己的嫡长孙。我操！虾仁也是听得心惊肉跳。我这身世真他妈够曲折的。吕氏，你罪该万死，咱会让你好好赎罪的。二虎，臣在，将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没有咱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包括允文。朱元璋疲惫地立在原地，看着虾仁。现在你还要摆烂吗？这大明江山内忧外患，还有一个被你所谓的母亲害得性格懦弱的弟弟，咱的大孙，你真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你预言的那个结局？虾仁沉默了良久，第一次收起了所有的玩世不恭，眼神复杂。老猪头，你赢了，这摊子我好像没法不管了。朱元璋看着终于松口的虾仁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真正舒心的笑容。好孩子，咱就知道咱的孙儿心里是装着这大明江山的。以前是咱老糊涂，看错了人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老猪头，爷爷，说实话，你这皇帝当的是挺累，也挺那啥的。但看你这么可怜巴巴的，我这甩手掌柜好像也当不成了。算了，就当是替我那便宜爹尽孝了。哈哈哈！朱元璋不理会虾仁的混账话，只抓住重点。好，尽孝好。从明日起，你就跟着咱上朝听政，咱亲自教你。皇爷爷，孙儿求您了，饶了母亲吧，她一定是被冤枉的，她不会做那种事的。冤枉？允文，你抬起头，看着咱的眼睛，告诉咱，你对你母后所做之事，真的一无所知？朱允文眼神慌乱地闪烁了一下，随后毫不犹豫地否认。虽然孙儿不知，孙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皇爷爷。好一个不知！朱允文。朱元璋眼中最后一丝期望熄灭，语气淡漠。那你就回去好好待着，别再为你母后求情。
如果你还要坚持为这毒妇求情，那就别怪咱无情了。退下吧，咱不想看到你。皇爷爷，我……朱允文还想再说什么，就被侍卫带了出去，脸上带着不甘和一丝怨恨。朱允文失魂落魄地回到东宫，他的心腹皇子成、齐泰早已等候多时。殿下，情况不妙啊！陛下对那突然冒出来的皇长孙态度大变，若再不定下名分，恐生变故。是啊，殿下，须得让陛下尽快下旨，明确您的皇太孙之位。难啊，立嫡立长本是祖制，如今嫡长子归来，陛下又最重规矩，只怕是……朱允文猛地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与他平日人若形象不符的狠厉。殿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被一个来历不明、言行无状的狂徒夺走吗？殿下，或许该让某些人彻底消失，趁其在朝中尚无根基之时，咱们不如……蓝玉很快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东宫那边的动向，顿时勃然大怒。他娘的！皇子成、齐泰那几个三儒，还有朱允文那小崽子，敢把主意打到咱大外甥孙子头上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国公爷息怒，如今皇长孙殿下刚回宫，陛下态度未明，咱们是否从长计议？记忆个屁！等他们记忆好了，咱大外甥孙子的坟头草都3尺高了。李氏那毒妇的下场就在眼前。朱允文上了位，能有咱们淮西勋贵的好果子吃，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老子。七，给老子盯紧东宫和那几个文官，他们敢有任何异动，先给老子剁了再说。有什么事儿，老子担着。可陛下那边，万一……陛下一向以立嫡立长为祖训，如今朱雄起本将军的生孙虾仁回来了，还有他朱允文什么事儿？也就这些蠢家伙看不清，还敢出来蹦跶了。既然他们想当跳梁小丑，那就别怪我踩着他们的脑袋给陛下和虾仁表忠心了。东宫和梁国公府上的事自然瞒不过朱元璋的耳目。翌日，朱元璋便将虾仁叫到跟前。虾仁，咱的好大孙啊，你那个舅公蓝玉，听说为了你，都快把东宫的人给生吞活剥了，你怎么看？他这般跋扈，将来怕是尾大不掉啊！爷爷，你是想起历史上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了吧？比如汉初的韩信。你继续说。蓝玉这人是嚣张，是居功自傲，但他对咱老朱家，尤其是对我爹和我这份忠心是不假的。他现在蹦跶的欢，是因为有仗打，有功劳力，也觉得没人能管得住他。但只要上面坐着的皇帝够硬，能压得住他，让他心服口服，他就是一把最锋利的刀。至于尾大不掉，爷爷，你觉得你孙子我是那种会被臣子拿捏的软柿子吗？哈哈哈！朱元璋看着虾仁那自信甚至有些狂傲的眼神，忽然放声大笑。好，说得好，是咱想差了。这把刀是留给你的，既然你觉得能用好，那咱就放心了。蓝玉，咱就先不动他了。敲打就行，让他别太飘。毕竟本虾现在最大的麻烦可不是他。是啊，允文那孩子算是彻底被吕氏教坏了。这皇位咱是绝不会传给他了。以前是咱太着急，也太固执，差点又走错一步。朱元璋心中关于继承人的天平已彻底倾斜，而一场围绕皇位继承的暗流才刚刚开始涌动。夜已深，虾仁正准备歇息，一名面容姣好的宫女端着参汤袅袅走来。殿下，这是御膳房刚炖好的参汤，您趁热用些，安神补气。哟呵！虾仁瞥了一眼汤碗，又看了看宫女略显紧张的手指，心中冷笑：呵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放那儿吧，本虾待会儿喝。殿下，汤凉了就不好了，还是……哦，是吗？本宫看这汤不仅凉不了，还能要人命啊！殿下，奴婢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好，那本虾再说一遍，你想毒死本虾？殿下，冤枉啊！奴婢怎可能敢谋害殿下？行了，别装了，要不要我拿根银针试试毒，看银针是不是黑的？告诉本虾，谁派你来的？宫女脸色骤变，下意识就想跑。来人，拿下！消息很快传到朱元璋和蓝玉耳中，蓝玉当场炸了，直接带兵冲进皇子城、齐泰府邸，将还在睡梦中的两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了皇宫前的广场上。狗东西，敢害咱大外甥孙，信不信老子活劈了你们？冤枉啊，陛下！梁国公血口喷人，臣等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岂会谋害皇孙？是啊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是被小人污蔑的啊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。既然敢做，这话儿怎么不敢认了？这可是灭全族的大罪，谁敢认啊？脸不要就不要了，能比命重要吗？只要没证据，被怀疑了又能怎？冤枉！污蔑！
呵呵，这参汤里的断肠散是这宫女亲口招认你们2位府上的管家给的，需要我把人和供词都拿出来跟你们当面对质吗？黄子成、齐泰看到银簪和随后被押上来的宫女、管家，顿时面如死灰，瘫软在地。陛下饶命啊！朱元璋气得浑身发抖，声音如同来自九幽。好得很，谋害嫡皇长孙，罪同谋逆，给咱拖下去。诛九族。朱允文听到诛九族，吓得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头埋得低低的，一声不敢吭。黄子成绝望中看到朱允文，如同抓住救命稻草。殿下，臣等都是为了您啊，您快替臣等求求情啊！是啊，殿下，臣等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胡说什么？本宫何时指使过你们？是你们自己狼子野心，与本宫何干？皇爷爷明鉴，孙儿对此事一无所知。朱允文那急于撇清的丑态，让黄子成、齐泰瞬间心如死灰，老泪纵横。为了这等无情无义之主，我黄子成真是瞎了眼啊！齐泰泪流满面，悔恨交加。陛下，臣等罪该万死，但求陛下念在臣等多年苦劳，给个痛快。臣等认罪了。蓝玉虽恨极了2人，但见状也生出些许兔死狐悲之感。陛下，此2贼固然该死，但其家人族人或有不知情者，株连过广，恐伤天和。求陛下开恩，或可减等。朱元璋冷冷地看了蓝玉一眼，又看向面如土色的黄子成、齐泰2人，沉默片刻。既如此，便依蓝玉所请，黄子成、齐泰凌迟处死，诛3族，其余亲族流放3000里。朱允文，我等在下面等着你，看你这等懦弱无能、刻薄寡恩之徒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嘿，庶子不足与谋，我恨啊！骂声渐远，朱允文跪在地上，脸色铁青，浑身颤抖，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朱元璋看着朱允文这副模样，眼中最后一丝亲情也彻底湮灭，只剩下无尽的失望和冰冷。朱允文，孙儿在。朱元璋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。你母后德行有亏，心术不正，你御下无方，纵容属官谋害兄长，事发之后毫无担当，凉薄至此，你不配为朱家子孙，更不配承继大明江山。传旨废朱允文皇孙之位，削除宗籍，即刻逐出皇宫，迁居凤阳老家看守祖陵，无诏永世不得回京。朱允文如遭五雷轰顶，崩溃大哭。皇爷爷，多要啊！孙儿知错了，孙儿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您再给孙儿一次机会。机会咱给过你太多次了，是你不珍惜，拖下去。这一刻，朱元璋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，一脸颓然。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觉得他像彪儿？他连彪儿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咱真是老糊涂了啊！爷爷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看走眼很正常，关键是现在不是拨乱反正了吗？您看，您这不就选对人了？对，咱还有你，雄起，咱的大明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不能让咱再失望。放心吧，爷爷，别的不敢说，但保证比你一开始想选的那个好圣孙强那么一丢丢。哈哈哈哈！朱元璋终于被逗笑，但笑容很快收敛，目光深远。经过此事，朝中该清理的也要清理了。虾仁，接下来爷爷要教你怎么做一个真正的皇帝。一场风波过后，虾仁特意在御花园偶遇了正在遛弯的蓝玉。舅公，听说您老近日火气不小啊！殿下说笑了，臣只是见不得有人对殿下不利。舅公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但舅公啊，你这脾气的收，动不动就带兵冲大臣府邸，这也就是爷爷现在信你，换个猜忌心重的皇帝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臣知错，臣以后一定谨慎行事，绝不给殿下和陛下添麻烦。本虾不是怕添麻烦，是希望你这位大明战神能一直好好的，将来还能替大明开疆拓土呢。功高震主这话不好听，但只要你自己行得正，上面的人又信你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怕就怕自己把路走窄了。舅公，你能明白本虾的良苦用心吗？蓝玉闻言，浑身一震，看向虾仁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敬畏。臣明白殿下良言，臣铭记于心。臣蓝玉此生定为殿下，为大明效死力。看着虾仁离去的背影，蓝玉忽然没来由的打了个寒战，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油然而生。是夜，蓝玉做了一个极其逼真而恐怖的梦。蓝玉发现自己身穿囚服，被绑在刑场上，周围是无数熟悉的将领面孔，也都成了囚犯。高台上，
年迈的朱元璋眼神冰冷，而旁边站着的皇帝竟然是朱允文。蓝玉，你失公骄纵，目无君上，意图不轨，论罪，当诛，牵连者15000人。蓝玉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浑身被冷汗湿透，大口喘着气。不要，是吗？可太真了。若是允文上位了，我们淮西就岂不完犊子了？陛下知道以朱允文的手段镇不住我们这些猛将能臣，必然会对我们清洗。到时，蓝玉抚着狂跳的心脏，想起白日虾仁的话，顿时明白了什么。他望向皇宫方向，眼中充满了后怕和死心塌地的忠诚。蓝玉不敢想，如果没有虾仁，他会是多么凄惨的结局。是殿下救了我，救了我们所有人啊！虾仁正在批阅奏章，打了个喷嚏。阿嚏！谁念叨我？历史上蓝玉案本该血流成河啊！老猪头晚年是狠了点，但既然我来了，能救一个是一个吧。这些开国老将用好了都是宝贝。陛下，各地急报，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地自去岁至今，大旱连绵，赤地千里，灾民遍地，以县一子而食之惨剧，请陛下速拨粮饷赈灾。乖孙，你以为如何？咱记得你曾言治国需广积粮。爷爷，您不是一直自诩广积粮做得很好吗？各地粮仓应该堆得满满的吧？开仓放粮不就完了？那是自然，咱早有准备。李仁，即刻拟旨，从各地官仓调拨粮食。等等，爷爷，您确定粮仓里真的有粮吗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咱亲自定的规矩，各仓存粮须达额定之数，年年核查，岂会有假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爷爷，您久居深宫，怕是被下面那些蛀虫给蒙蔽了。本虾敢打赌，现在去查，10个粮仓能有5个是满的，都算他们清廉。殿下，此话从何说起？臣等兢兢业业，岂敢欺瞒陛下？粮仓定然什么？定然是账目上是满的，实际是空的，对吧？陈粮抵新粮，虚报存数，倒卖官粮，这些套路需要我一个个说出来吗？朱元璋猛地瞪大眼珠子，脸色铁青。他不是傻子，看到户部官员的反应，已然信了7、8分。李仁，你给咱说清楚，粮仓到底有没有粮？陛下息怒，粮仓自然是有粮的，只是部分仓里因保管不善，或有少量霉变损耗，但绝无殿下所言那般严重。少量霉变？李尚书，你这身肥膘，怕是比粮仓里的老鼠还肥吧？要不现在就去最近的京仓看看。若粮食够数，我虾仁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；若不够，呵呵，您这九族可就真要跟我之前开玩笑说的那样玩消消乐了。李仁彻底崩溃，瘫在地上嚎啕大哭。陛下饶命啊！臣有罪，各地粮仓多有亏空，实在拿不出足够的粮食赈灾了。混账！你们这些蛀虫，竟敢掏空大明的根基，咱要把你们全都剥皮食草！诛9族，一个不留！虾仁看着暴怒的朱元璋和一片狼藉的朝堂，眼神冰冷。爷爷，看来咱们大明得先好好清虫，才能谈救灾了。这朝廷从根子上都快被蛀空了。朱元璋的怒火席卷了整个朝堂，户部上下被清洗一空。虾仁临危受命，总揽赈灾事宜。爷爷，诸位大人，当务之急是救人，所有查超出的贪官家产充作赈灾银两。各地官仓剩余粮食即刻开仓，但虾仁话音一顿，目光扫过群臣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此次赈灾由锦衣卫全程督办，每一粒粮食、每一文钱都必须落实到灾民手中。胆敢有克扣、贪污、欺上瞒下者，无论官职大小，一经发现，立斩不赦。诛9族，本虾说到做到，希望你们不要以身试法，挑战军威。锦衣卫手持令箭，驰骋各地。粮车在军队护卫下运往灾区，以往常见的层层盘剥现象，在锦衣卫的钢刀和虾仁的严令下，几乎绝迹。皇长孙殿下千岁，是殿下救了我们全家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活菩萨！我不要被砍头，我不要被砍头啊！我是9族的罪人，我罪该万死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当官仓存粮即将见底时，虾仁竟从自己名下几个不为人知的庄子里调出了海量的粮食，足以支撑到下一季收成。陛下，皇长孙殿下临危不乱，处事果决，更兼心怀百姓，预备周全。此次赈灾，殿下居功至伟，老臣佩服。是啊，陛下，殿下有如此魄力与远见，实乃万民之福，我大明之福。朱元璋看着在百官赞誉中依旧淡然的虾仁，老怀大慰，朗声道：众卿所言极是，咱这孙儿虽年少，却已有明君之相。今日咱便顺应天意民心，正式下诏立皇长孙朱雄起为皇太孙，为大明储君。待咱100年之后，
承继大统，望众卿尽心辅佐，共创咱大明盛世。臣等叩见皇太孙殿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爷爷，这就立我为皇太孙了，考察期这么轻松就过了。虾仁懵逼了，他这才略施才能呢，怎么就被册封为皇太孙了？于是朱允文求之不得的皇太孙之位，在虾仁看来唾手可得，责任越大，压力也就越大。这下好了。立储大典后，朱元璋与虾仁在御书房叙话。启儿，此次灾荒算是暂时度过去了，多亏了你早有准备。可这天灾无常，咱大明幅员辽阔，难保别处不会再出事。广积粮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大孙，这是何物？种子？没错，这黄澄澄的叫土豆，这金灿灿的叫玉米，都是从海外番商那里弄来的好东西。种子，咱大明地大物博，什么种子没有？这有何稀奇？稀奇在哪？在于他们不挑的，耐旱耐瘠，更在于亩产极高。若是风调雨顺，精心耕作，这土豆亩产可达1000斤以上，玉米也能有数百斤。朱元璋手一抖，眼睛瞪得溜圆。是什么千斤？你小子莫不是哄咱开心？咱大明最好的水田，精耕细作，一亩也不过2、3担。爷爷，我哄您干嘛？我已经在京郊黄庄秘密试种了好几10亩了，长势好得很，再过2月就能收获。到时候您亲眼看看，就知道孙儿所言非虚。朱元璋看着虾仁自信满满的脸，又看着手中其貌不扬的种子，呼吸逐渐急促起来。若真如此，我大明百姓何愁饥馑，国库何愁不丰，兵源何愁不足？这真是天降祥瑞，佑我大明啊！朱元璋激动的老泪纵横。启儿，你真是咱朱家的福星，是大明的救星啊！你爹要是还在，要是能看到你有如此出息，他……虾仁看着真情流露的朱元璋，心中也有些触动。爷爷，爹在天上看着呢，他会高兴的。还有奶奶，还有雄鹰弟弟，他们都会为我们高兴的。对，你奶奶要是知道，肯定笑得合不拢嘴。彪儿、妹子、雄鹰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咱朱家又出了一个好皇帝苗子，咱们的大明亡不了，会越来越好的。烛光下，一老一少的身影显得格外温馨。朱元璋望着窗外繁星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，而虾仁则知道，这只是他改变这个庞大帝国的第一步罢了。便宜爹，便宜爷爷奶奶，还有那个没见过的弟弟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有我在，这大明他不了。不仅他不了，我还要让他变得吊炸天。北原传来捷报，燕王朱棣大破敌军，朱元璋大喜，下旨召诸王归京，一来庆功，二来与新任皇太孙相见。老四这次打得好，给咱老朱家长脸，你们几个都好好学学。趁这机会，咱打算让老四他们兄弟几个都回来聚一聚。爷爷，您这是想儿子们了吧？顺便让我这大侄子认认门儿。就你机灵，怎么样？怕不怕你那些叔叔们给你出难题？难题？我怕他们不敢认我这位大侄子呢。毕竟我这皇太孙来的有点着实是突然了。哼，他们敢？谁要是敢有不该有的心思，咱的道可还没生锈呢。数日后，诸王归京，盛大的庆功宴上，觥筹交错，但暗流涌动。以朱棣为首的朱爽、朱富、朱往见到虾仁，态度客气中带着疏离和审视。这位便是雄起大侄子吧？果然一表人才。大哥在天有灵，得知你平安归来，必定欣慰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雄起跟大哥气质倒是大不相同，但眉眼还是极像的，一看就是我老朱家的好男儿。大哥如果还在，看到雄起认祖归宗，该有多高兴啊！天妒英才，贼老天太不公，太不公了！别提了，你们大哥他太耀眼，贼老天看不下去了。虾仁不想继续让老爷子沉浸在悲伤当中，连忙转移了话题。爷爷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说点高兴的吧。对，老四啊，你这次打仗勇猛果决，颇有你爹我当年的风范。得到了老爹的夸奖，朱棣心中无比得意，表面上却十分谦逊。嘿嘿，爹过奖了，儿子只是尽本分。四弟确实很是勇猛，上战场杀敌的样子跟爹太像了，连我都怵他呢。嘿，我倒是不害怕，再厉害也是我弟，得排我后边儿。四哥威武，四叔打仗确实猛，纯的顶尖武将，论文论武全是天花板级别。朱棣完全没意识到，自家第一次见面的侄儿已经开始给自己挖坑了，还傻乎乎的，一脸窃喜。那是自然，我朱棣文韬武略，岂是朱允文那懦弱小子能比的？幸好爹没真理他，不然，哼哼。
四叔，您心里是不是正琢磨着，要是爷爷立了允文弟弟，您就该琢磨怎么清君侧了？虾仁话音一落，全场瞬间死寂。虾仁一句话，如同惊雷，炸得整个御书房鸦雀无声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朱棣身上。朱棣脸色骤变，大侄子，此话从何说起？四叔对爹、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怎会有如此大逆不道之念？你这不是坑四叔吗？这才第一次见面，你就送四叔这么一份大礼。四叔别激动嘛，侄儿我这人实在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咱们老朱家自己人关起门来说话，有啥说啥。我就问您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要是爷爷真立了允文，他日允文登基，您就真没点别的想法？废话，凭什么？老子战功赫赫，守土开疆，哪点不如那个书呆子？朱棣心里喊着啊，对，表面却义正言辞，绝无可能。爹慧眼如炬，所选储君必是英明之主，爹选谁，儿子都忠心拥戴，绝无二心。朱元璋面色阴沉，目光如炬地盯着朱棣，并未开口，但无形的压力让朱棣后背发凉。那如果允文登基后听信黄子成、齐泰、方孝孺那帮人的谗言，第一件事就是削藩呐，不是温和的削减护卫，而是雷霆手段，把你们这些叔叔往死里逼，剥夺王爵，圈进高墙，甚至……虾仁故意停顿，坏笑着看向朱棣的眼睛。对付四叔你，让你住猪圈，与猪同时受尽屈辱呢，你还能这么忠心耿耿的忍着？朱棣被这极具画面感的描述激得血气上涌，瞳孔收缩，下意识攥紧了拳头。虽然他极力克制，但那瞬间的愤怒和屈辱感几乎溢于言表。他敢！这三个字脱口而出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在寂静的大殿中却格外清晰。看，四叔，这才是您的真心话吧？朱棣意识到失言，顿时脸色惨白。爹，儿子失言，儿子绝无此意，是大侄子他。老四，你的心思，咱今天算是看明白了。大孙，爷爷没事儿，四叔有这心思才正常，没这心思那才叫窝囊废，不配做您的儿子，我的叔叔。关键是这心思以后该怎么用？四叔，大明边疆不稳，北元犹在，海外更有广袤天地。你的战场不该在自家门口，你的雄心应该用在为大明开疆拓土上。你说呢？朱棣看着虾仁，眼神极其复杂，有震惊，有后怕，更有一种被说破心事后的释然和一丝被引导的狂热。大侄儿，你……虾仁的话如同在朱棣心中投入一块巨石，激起千层浪。他愣在原地，眼神闪烁不定。开疆拓土，海外战场不在家门口。朱棣猛地抬头，眼中燃起炽热的光芒。大侄子，你说到四叔心坎里去了。四叔这辈子最痛快的就是在马上砍杀，治理百姓那些弯弯肉。说真的，我认为还真不如打仗来的爽快。大孙啊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老四打仗是好手，可目前国库很空虚啊。如若连年征战，到时耗费甚巨，咱好不容易攒下点家底，就没了。哈哈哈，爷爷，你这就叫捧着金饭碗要饭。你知道海外有多少财富吗？别的不说，就说东边那个倭奴国弹丸之地，可地底下埋的全是金山银山，你敢信？什么金山银山？大侄儿，你该不会是跟你爷爷跟叔叔们在开玩笑吧？是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倭奴国好像好挺穷的一小国，只加盖点大的地儿，能有金山银山？朱元璋同样也是一脸不相信。倭国那不是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吗？当年还闹倭寇，有金山银山也被抢光了吧？虾仁露出一脸你们没见识的表情，嫌弃的不行。我说爷爷，您老这个局得打开。倭国有海量的金银矿，还有南洋香料堆积如山，价比黄金；西洋更是富得流油。咱们大明守着最强大的造船技术和最英勇的将士，却搞什么片板不得下海，这不是自废武功吗？朱元璋被小辈说格局小，顿时就有些挂不住脸。放肆！咱进海是为了防倭寇，防沿海奸民勾结外邦。越防越弱。爷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把海禁了，倭寇难道就不来了吗？你这么做只会让咱们的水师变成旱鸭子，没有任何的好处。等将来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过来，咱们拿什么抵挡？落后是要挨打的，爷爷。朱元璋很生气，可转念一想，虾仁说的也不无道理。这小子居然敢跟老爷子这么说话，老爷子还宠着。哎，真不愧是嫡长子嫡长孙啊！爷爷，到时一旦开海了，一切就都不同了。咱们可以组建强大的水师，肃清海疆，还可以派船队与海外诸国贸易，赚回金山银山，可以让大明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换回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。到时候国库还会缺钱吗？四叔的军费还会不够吗？御书房内寂静无声，只有朱元璋沉重的呼吸声。虾仁的话如同洪钟大吕，冲击着他固有的观念。咱或许真是老了，保守了。大孙，你说的对，
老是守着这1亩3分地不是办法，这还是该开了。爷爷圣明。爹，开还好啊，等咱们水师练成了，第一个就去把那倭国的金山银山抢回来，不是拿回来。到时候军费要多少有多少，咱们还能一路打到西洋去，咱大明的国库肯定哗啦啦的响。四哥，这抢别人的东西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圣人云。去，老七你一边去，咱老朱家什么时候出了你这么个圣人？打仗吗？不就是你抢我，我抢你，他们倭寇能抢咱们，咱们凭什么不能抢回去？再说了，倭国那些诸侯混战，咱们这是去帮他们平定内乱，收点劳务费怎么了？没有任何毛病啊。四叔话糙理不糙，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是天理，咱们强大，规矩就由咱们定。与其等别人强大起来抢我们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朱元璋看着跃跃欲试的朱棣和一脸自信的虾仁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好，就依你们，传旨，即日起废除片板不得下海之令，于沿海设立市舶司，督造海船，组建水师。老四，儿臣在。这筹备水师、肃清海疆、探索航路的事，就交由你全权负责，给咱练出一支能打胜仗的无敌水师来。儿臣领旨，定不负父皇和大侄子厚望。朱棣此刻心潮澎湃，之前那点争皇位的小心思，在更广阔的星辰大海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他看着虾仁，越看越顺眼。好侄儿，以后四叔在前面给你开疆拓土，你在后面给四叔撑腰，咱们叔侄联手，把这天下都变成咱大明的地盘。加我一个。我不会打仗，但我肯定把藩地管理得好好的，不让爹和大侄儿操心。谢谢叔叔们的扶持。另外，四叔你就瞧好吧。接下来第一步，咱们得先让咱们的水师能漂洋过海才行。我这有些关于新型海船的想法，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。朱元璋看着眼前这对瞬间打成一片的叔侄，听着他们讨论着征服海洋的狂想，心中既欣慰又有一丝隐隐的不安。咱这大明怕是真要在这小子手里变得天翻地覆了。看着儿孙和睦，共商大计，朱元璋感慨万千。好啊，好啊！要是后世子孙都能像你们叔侄几个这般同心协力，咱大明何愁不昌盛千秋？爷爷，您这话说的是不是忘了个人？爷爷忘了谁？你那些叔叔不都在这儿吗？叔叔们是在这儿，可您还有一个嫡亲的孙子，我的亲弟弟朱允腾。自从大哥熊英和娘亲常氏去了，允腾在吕氏手底下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您关心过吗？允通那孩子性子太弱，不堪大任。咱弱，那是被吕氏那毒妇打压的。为了活命，他不得不装成透明人，降低存在感。可逆倒好，直接顺水推舟，把他忽略了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这爷爷怎么当的？卧槽，大侄子牛逼，敢这么跟老爷子说话。关键是老爷子居然还缩着脖子听训，这哪是爷孙，这分明是老子被儿子管啊！古今第一太孙，服了。朱元璋被说得老脸通红，讪讪道：“是咱疏忽了，咱这就把允通叫来，好好补偿他。”当太监将瘦小怯懦、低着头不敢看人的朱允通带进来时，朱元璋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孙儿叩见皇祖父，参见各位王叔、太孙哥哥。自家兄弟别这么见外，以后有哥在，没人敢再欺负你。爷爷说了，以后该给你的都会给你，不该给的也得给，是不是啊，爷爷？是，允通啊，以前是爷爷不对，忽略你了，以后爷爷一定好好待你。朱允通看向虾仁，眼中充满了依赖和信任。谢谢哥。爷爷，您别瞧允腾现在这样，他可不是真无能，他是被逼的藏拙。论聪明才智，尤其是格物、算术这些，允腾是个真正的天才，只是被埋没了。真的？当然，有允腾帮我，咱们大明的火器、战船、各种器械能往上蹿好几个档次。允腾可是咱们老朱家的宝贝。朱元璋看着虾仁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又看看虽然怯生但眼神清亮的朱允通，心中愧疚与期待交织。好，爷爷信你，允通，以后你就跟着你哥好好干。在虾仁的支持下，一座名为皇家发明研究所的机构迅速成立。虾仁提供超越时代的概念，朱允通展现出惊人的理解和实现能力，朱棣则负责提供实战需求和资源支持。四叔，你看这新式宝船，采用尖底多桅杆设计，配上允腾改进的硬帆和尾舵，速度、载重、抗风浪能力都能翻倍。哥，如果再加上你说的那种水密隔舱，就算船体部分受损，也不会轻易沉没。妙啊，大侄子还有允腾，你俩真是绝配。有这样的船，咱们水师就能在海上横着走了。不仅如此，研究所里还诞生了射程更远、精度更高的火炮，以及各种奇思妙想的军械。大明军事实力在悄然进行质的飞跃。船也差不多了，火器也升级了，
是时候去倭国那个金山看看了。老子带一队精锐，先去摸个底。这一日，朝会之上，风尘仆仆却精神亢奋的朱棣大步走入殿中，身后侍卫抬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。爹，儿子回来了，幸不辱命。老四，这都是从倭国弄回来的。天哪，这也太多了。那还能有假？倭国那几个大名诸侯为抢金矿，狗脑子都打出来了，可激烈啊！儿子带着咱们的新式火锹和宝船，稍微劝了劝架，他们就主动献上这些，以求庇佑。儿子这只是先头部队带回来的一点样品，那边大头的矿脉已经被咱们控制住了。哈哈哈！天佑大明，天佑大明啊！熊奇，你真是咱的福星。允通也是好样的，老四更是头功。爷爷，这才哪到呢？倭国的金银只是开胃小菜。四叔，接下来该让咱们大明的龙旗插遍更远的地方了。朱棣眼中燃烧着征服的火焰。没错，侄儿你就瞧好吧，四叔给你打下一个大大的江山。看着殿下意气风发的朱棣和丞相的金银，朱元璋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。他仿佛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正在他孙子的手中冉冉升起。宫内张灯结彩，一场难得的家宴正在举行。有了倭国金山银山的注入，朱元璋腰刀鼓鼓，心情大好。来，都满上，今儿个没外人，就咱老朱家自己人。老四这次立了大功，咱心里高兴。你们爹我现在有钱了，以前亏待你们的地方，以后都给你们补上，绝不让你们受委屈。谢父皇，父皇万岁。爹，您对儿子们太好了，要是娘和大哥还在，看到咱家现在这样，该多好啊！是啊，对，要是娘和大哥在，就更圆满了。朱元璋笑容暗淡了一下，随即强打精神。哎，是啊，你娘和你大哥没福气啊。不过咱老了，估计也没几年活头了，到时候就能下去陪他们了。爹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您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我们不准您走。爹您长命百岁，不对，是千岁。朱元璋被儿子们哭得又心酸又好笑，挣脱开来，笑骂道：“给咱滚蛋！你们一个个的都多大人了，还哭鼻子，好意思吗？放心，你们爹还是你们爹，就算老了，想收拾你们，照样一个都跑不了。尤其是你老四。”朱棣一个机灵，立刻表忠心：“爹，儿臣对您、对大明、对太孙侄儿绝无二心，日月可见。”这还差不多。好了，今天高兴，说点开心的。你们几个说说，想要点啥赏赐？爹现在有钱。朱棣几人还没开口，虾人就似笑非笑地看着朱元璋：“爷爷，您这兜里有几个子儿，怎么就飘成这样了？张口闭口就是赏赐，怪不得您老当年能定下那么逆天的宗室供养制度。”大孙，你说啥呢？爷爷还没老糊涂，咱定的宗室制度怎么就逆天了？那是为了让咱老朱家子孙永享富贵，江山永固。永享富贵？爷爷，你算过账吗？你现在儿子孙子就这些，看着不多，可再过几十年、上百年呐，老朱家得生出多少王爷、郡王、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？几何倍数增长，懂不懂？每一个宗室，朝廷都得给禄米、给宅邸、给奴仆，婚丧嫁娶全包。他们还不是生产、不纳税、不服役？你想想，100年后，大明财政得有多少钱是用来养这群只会吃喝拉撒、生孩子的蛀虫？朱元璋脸色渐渐变了，他并非不懂算术，只是从未往长远深思过。到时候百姓赋税越来越重，国库被这群蛀虫掏空，边军欠饷，灾荒无钱赈济。爷爷，您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，不是被外敌攻破的，而是被您自己定下的规矩，被您自己的子孙后代活活吸干血拖垮的。这制度就是埋在大明根基下的最大的一颗雷。朱元璋被说得额头冒汗，他想反驳，却发现虾人说的句句在理，字字诛心。他当年只想着让子孙享福，却忽略了这恐怖的未来。可这制度已定，若是废除，你这些叔叔们第一个不答应，天下宗室也会动荡。兄弟几人原本还在感动，一听要动自己的铁杆庄稼，立马急了：“爹，大侄子，此事万万不可啊！宗室制度乃祖制，岂能轻言废除？”是啊，爹，儿子们可就指望这点禄米过日子呢。儿子也是，别看儿子们是王爷，实际上穷得很呐。儿子听爹的，反正我对衣食住行一向没有太高的要求。虾人看着急眼的叔叔们，又看看陷入挣扎的朱元璋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谁说要完全废除了？我的意思是得改，得让咱们老朱家的子孙除了会生孩子，还得有点别的用处，比如像四叔这样能出去抢卧布是赚钱的。虾人的话让原本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，朱棣几人竖起了耳朵。爷爷，叔叔们，我的想法是，宗室供养制度得改成激励制度。
以后所有宗室子弟成年后不再自动领取高额禄米。那他们吃什么？给一份基础保障金，饿不死也撑不着。想过的滋润，可以啊，自己去挣。参军立功，科举入仕，经商赚钱，或者甚至像四叔一样出海开拓。只要能为大明做贡献，朝廷就按功劳大小给予重赏，爵位、俸禄都能凭本事往上爬。这样一来，咱们老朱家的子孙就不会变成一群只知道混吃等死的废物，而是遍布各行各业的人才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大明今后还能不强大吗？妙啊，大侄子，这法子好，有本事的吃肉，没本事的喝粥，公平。四叔举双手赞成，咱老朱家就该有这股子闯劲。朱爽、朱王、朱父面面相觑，虽然有点肉疼，但觉得似乎更有奔头。嗨嗨，好像是比躺着等死强点。哟，也不是那么接受吧？我还是喜欢种地搞研究。朱元璋沉思良久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好，就按熊启说的办。是咱当初想差了，光想着让子孙享福，却差点养出一窝蛀虫。这新宗室法，咱明日就下旨推行。大孙啊，你又救了咱大明一次，咱是真的老了，做的糊涂决定一个接一个。要不是大孙你爷爷今后说不定就成大明最大罪人了。爹，您可别这么说，在儿子心里，您永远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千古一帝。是啊，对，您可是开国皇帝，谁能比得上您？爷爷，您可是开局一个碗，结局一个国的天选之子。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再造华夏衣冠，这功绩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有几个能跟您比？偶尔犯点小错也没事儿，毕竟瑕不掩瑜嘛。朱元璋被儿孙们夸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心里却暖洋洋的。你们这几个臭小子就会哄咱开心。大孙啊，你看这朝政你处理的比咱还好，眼光比咱还远。爷爷我是真放心了，咱琢磨着是不是该把位子传给你，让你名正言顺的当皇帝。爷爷我也好享享清福。我操，爷爷，您开玩笑呢吧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为啥不行？这皇位多少人抢破头，你小子还不稀罕了？爷爷，孙儿才多大，正是吃喝玩乐啊，不是学习历练的大好年华。当皇帝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干得比牛多，有什么好的？要不是看您老人家可怜，呸，是心怀天下，我早云游四海去了。这牛马谁爱当谁当。大侄子，爹说的对，你这能力当皇帝绰绰有余，就让爹歇歇吧。不行不行，爷爷您看看您，自从用了我的养生方子，头发也黑了，皱纹也少了，一顿饭能吃3碗。我看您再活个20-30年没问题。这重担您再扛几年，等我玩够阿布是成熟稳重了再说。朱元璋被逗乐了，又有点无奈。你这滑头，罢了，咱这把老骨头就再替你顶几年。但说好了，过几年可不许再推辞了。朱元璋突然话锋一转，眼中闪着金光。不过皇帝你可以晚点当，但这媳妇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了？咱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你看徐达家那个孙女怎么样？其他高官也有合适的妙龄女子。虾仁瞬间头皮发麻，比听到当皇帝还惊恐。卧槽，成家，爷爷您饶了我吧，我还是个孩子啊。女人哪有当皇帝好玩啊？不是女人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，我不想这么早进坟墓啊。胡闹，成家立业天经地义，你必须选一样，要么继位，要么成家，不然咱可要实行家法了。虾仁立马戏精上身，可怜兮兮看着朱元璋。爷爷，你不爱我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孙子了？我还是不是最疼的大孙了？古灵精怪的撒娇模样，又是好笑又是好气，最终无奈的笑了。滚蛋！你这泼皮无赖样，哪有点皇太孙的威严？罢了，咱再说吧。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爷爷最好了，孙儿告退，去研究所找允腾弟弟玩了。看着虾仁溜得比兔子还快的背影，朱元璋摇头苦笑，眼中却满是宠溺。这个从天而降的孙子，虽然时常气得他跳脚，却真真切切的给垂暮的大明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可能。大明未来的路还长着呢。数年后，奉天殿内又是一次大朝会。如今的朝堂气象一新，百官奏报的内容不再是灾荒、边患、亏空，而是各地的丰收、新拓的疆土，源源不断涌入国库的税收。陛下，太孙殿下，去年全国赋税较洪武25年翻了3番，国库充盈，仓廪殷实。启奏陛下，殿下，梁国公蓝玉奏报，西域诸国皆遣使称臣，愿为我大明藩属。海军都督燕王殿下亦传来捷报，南洋航路已通，万里海疆尽选我大明龙旗。陛下，殿下，按允腾亲王设计的图纸所造之新式海船、火炮，威力远超西洋诸国。科学院最新培育的土豆、玉米，已推广天下，
再无饥馑之忧。朱元璋端听着这一项项振奋人心的汇报，脸上是抑制不住的骄傲和欣慰。大孙啊，听见了吗？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基础操作，大明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朝会散去，朱棣领着一个胖乎乎却眼神灵动的少年走进御书房。爹，大侄子，我把高赤带来了。小胖，快见过你皇祖父和太孙大哥。孙儿高赤拜见皇祖父，拜见太孙大哥。大哥的功绩，小胖日日听闻，敬佩不已。虾仁看着眼前另一个时空的名人宗小胖，笑眯眯的。小胖，高赤弟弟，听说你读书很用功，仁厚聪慧，好好干，将来给你四叔和大哥我当个好帮手。小胖一定努力，不负大哥期望。朱元璋看着眼前兄友弟恭的一幕，老怀大慰。好，老四，你有个好儿子啊。允通呢？那孩子又泡在科学院了。哥，皇祖父，四叔，你们看，这是我设计的新式纺纱机，效率能提高10倍。还有这个是改良的炼钢法。好孩子，都是好孩子，咱老朱家人才辈出啊。夕阳西下，朱元璋和虾仁并肩站在皇宫最高的平台上，俯瞰着万家灯火的南京城。大孙啊，咱有时候半夜醒来都怕这是一场梦，怕一睁眼你还是那个在奉天殿上骂咱要亡国的狂徒御史，怕允文还是那个懦弱的储君，怕老四他们兄弟戏强，怕这大明最终还是走向你预言的那个结局。虾仁收起平日的不羁，认真道：爷爷，这不是梦。您看这江山如画般壮丽，您看这百姓脸上有了笑模样，您看咱们老朱家现在多团结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是啊，是真的。咱谢谢你，孩子，是你把一盘死棋下活了，是你让咱再下去见你奶奶、你爹、你大哥雄鹰的时候能挺直腰杆，咱能告诉他们，咱没辜负他们，咱把大明交到了一个最值得托付的人手里，还把大明带到了一个他们想都不敢想的高度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这大明垮不了，他会一直强盛下去。孙儿会让日月所照之处皆念大明之安泽，这才是咱们华夏该有的样子。朱元璋重重拍了拍虾仁的手背，望着如血残阳和璀璨灯火，脸上露出了无比安心和自豪的笑容。好一个华夏，这才是咱朱元璋豁出命去打下来的江山。大孙啊，接下来大明就交给你了。